第一章归来记。淅淅沥沥的雨水，隐隐约约的薄雾，努力张扬着迷蒙光芒的一排排煤气路灯和时不时驶过街道的马车，共同构成了贝克兰德最常见的夜景。除了这些，立在窗户后面的克莱恩有注意到一些可喜的变化。叮铃铃，清脆的声音回荡之中，一辆只有2个轮子的奇怪机械沿着道路边缘飞快奔驰，驶向了街道另外一头。它总体框架为黑色，但部分地方呈现出钢铁的灰白，在穿透雨水的煤气路灯光芒照耀下，闪烁着金属的美感。这机械的上面坐着位穿邮政人员服饰的男子，他双腿不断踩动，显得很是卖力，身后的位置处则绑着一个刷了绿漆的木箱。推广的很好啊！白衬衣黑马甲气质成熟的克莱恩看着这一幕，无声感慨了一句。他重回贝克兰德的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在途中遇到了多辆类似的奇怪机械，这正是他投资并推动的自行车。从报纸上，克莱恩了解到贝克兰德脚踏车公司做了大量的广告，并在乔伍德区贝克兰德桥区域举行过自行车比赛，以吸引那里人们的注意。这些办法之外，他们还积极地向政府、邮政、警察等部门推广，效果据说还不错。他们的定价策略有听从克莱恩当初的建议，避开经常使用马车的中上层，将目标群体瞄准为周薪达到1磅10苏勒以上的技术工人、家境还不错的学生和需要经常在外面奔波的公职人员。所以，一辆脚踏车3到5磅，让这个阶层的人士咬咬牙能买得起，而同时又可以向收入更低的人群炫耀。现在的问题是，贝克兰德经常下雨，骑自行车的人又没法打伞。下一步就是雨意了。克莱恩收回目光，摇了摇头，低声笑道：他目前居住的地方是希尔斯顿区的一家高档旅馆，一晚上就要10苏勒，贵的克莱恩有些心疼，但为了符合人设，只能咬牙忍耐。根据他的想法，道恩·唐泰斯这个身份明面上应该是一个来自迪西海湾的信仰黑夜女神的神秘富翁，他便卖了原本的土地和矿山，准备来贝克兰德寻求新的机会，并对捐赠获得爵位有一定程度的兴趣，但又没那么雄厚的财力，只能先考虑拓宽人脉，进行财务投资。这样一个身份的好处在于，和克莱恩之前扮演的所有角色都不相同，有明显的区分，而且可以很自然地接触到中上层的一些人物，尤其是军官俱乐部的人和黑夜女神教会贝克兰德教区的主教们，方便克莱恩一边继续调查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的真相，一边搜集情报，制定偷窃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详细计划。有好处，当然也有坏处。这样一个来历神秘的富翁肯定会被职业者、待罚者们注意到，遭遇一定程度的背景调查。根据克莱恩的经验，类似的调查在不涉及重要事件的前提下，可能是官方非凡组织自己做，也可能转交给警察部门，但都不会太过认真，属于例行性事务。所以，在伪装领域算得上专家的克莱恩为道恩·唐泰斯设计并准备了第2层身份，以应对背景调查。在第2层身份里，道恩·唐泰斯是一个因某种缘由前往南大陆东西拜朗冒险的家伙。他使用化名，在那个相当危险又充满机会的地方，用超过10年的时间积累到了一笔财富。因为这笔财富的来历并不是那么光明，他秘密返回迪西海湾，伪造了新的身份，准备到贝克兰德开始全新的生活，并让那笔财富逐渐合法化。类似的人在鲁恩并不少见，他们的故事属于调查者可以接受和想象的内容。为了这层身份，克莱恩有在康纳特市遗留一些不起眼的线索，以间接帮助真相尽快揭开。这些线索包括但不限于从东拜朗至康纳特市的黑船票票根、长期在南大陆生存养成的习惯，以及来历不明的财富。克莱恩相信，只要道恩·唐泰斯不直接涉及较严重的非凡事件，这样的准备足以瞒过例行性的背景调查。而如果遇到非常认真的官方非凡者，想要一路调查下去，甚至愿意请南大陆的同事帮忙，那道恩·唐泰斯还有第3层身份，那就是有掌握一定反占卜技巧的诈骗犯。他伪装成神秘富翁，大手笔的花钱投资，是为了最后的骗局。这个身份足以导致道恩·唐泰斯被捕，但受重视的程度不会太高，也就给了克莱恩从容退场，消失在舞台中央的机会。和第一次到贝克兰德那会相比，能做这种3层身份设计的我真是成长了不少啊。克莱恩缓步走回房间中央，将目光投向了角落的全身镜。镜中的他黑发里带着几分斑白，眼眸深邃，但透着经历过太多事情的沧桑，是一位气质成熟、长相很有味道的中年男士。
道恩唐泰斯的身份设计对现在的克莱恩而言并不困难，可从圣塞摩尔教堂的查尼斯门后盗走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对任何一位外部非凡者来说，都足以称得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哪怕天使之王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做到。当然，和别的非凡者不同，克莱恩在这件事情上有2个优势，一个是他曾经做过职业者，对内部流程有足够的了解，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利用，哪些地方不存在机会，所以他最早排除的办法就是变成某一位职业者，混入内部，找机会通过查尼斯门。这个办法存在的问题是，职业者们也不能随意进入查尼斯门，哪怕队长和执事也一样，必须有事件发生才能得到相应的权限，而且查尼斯门后还有内部看守者，乱走乱拿会引来攻击。爆发战斗，克莱恩并不希望自己的盗窃造成女神教会的人员伤亡。经过仔细的思考，他将目标放在了内部看守者身上。这些老者都是退役的职业者，志愿进入查尼斯门后负责看守封印物们。他们或职业者属于2个部门，进出都通过教堂地底的通道，不干扰职业者们的工作，也不会被职业者们干扰。或许是因为长期待在查尼斯门后的关系，这些内部看守者都存在一定的特异，气息阴冷，缺乏表情，肤色苍白，像是黑暗深处介于生与死状态之间的怪物。克莱恩相信自己只要遇到，不难确定目标。他初步的计划就是租住在北区靠近圣塞摩尔教堂的地方，雇佣管家、男仆、女佣、园丁、厨师和马车夫，撑起富翁的架子，然后经常去那座教堂诚心祈祷，参与弥撒，奉献钱款，与主教牧师们一点点熟悉起来。在这个过程里，他会努力寻找疑似内部看守者的人，选定2到3个目标，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在合适的时候囚禁其中一位，变化成他的样子，或者直接附身于他，通过查尼斯门。伺机翻看或拿走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方案，更接近于思路，有赖于克莱恩根据搜集到的各种情报不断完善。在这件事情上，克莱恩的第2个优势是他有塔罗会，有黑夜女神教会和职业者想不到的帮手，而且他也可以考虑发展一位贝克兰德教区的职业者或看守者进入聚会，通过内奸来完成窃取，就像当初利用罗塞尔大帝拿到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查拉图一样。还是得经常去教堂，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目标。克莱恩面对镜子无声点了下头。不得不说，他此时的内心很有点矛盾。如果真有一位职业者或看守者愿意出卖教会，为愚者先生效劳，他第一个想法会是降下神罚，除掉这个恶心的叛徒。吐了口气，自嘲了一下，克莱恩穿上双排扣长礼服，戴好帽子，走出了房间，来到街边。他打着伞，绕到另外一条街道，趁路灯较远，细雨朦胧的机会，忽然变回了夏洛克·莫里亚蒂的样子。看了眼出现褶皱的裤脚，克莱恩伸手拦下一辆马车，准备前往同在希尔斯顿区的艾辛格斯坦顿家。半个多小时后，那栋略显陈旧和晦暗的建筑出现在了克莱恩的眼中。他支付好2苏勒车资，在反射着昏黄光芒的细雨里，步伐沉稳地绕过水洼，来到了大侦探的门口，收起雨伞，伸手拉响门铃。克莱恩稍作等待，就看见一位宽脸庞的年轻男子打开了房门。这男子头发呈麦色，眼睛灰蓝，颧骨较高，很有伦堡、马戏一代的特点。艾辛格斯坦顿先生的新助手，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的人。克莱恩摘掉帽子，微笑说道：“晚上好，艾辛格斯坦顿先生在吗？”在。他忙碌了一天回来，刚享用完晚餐，那麦色头发的年轻人礼貌回应道：“请问您是哪位？”克莱恩呵呵笑道：“告诉大侦探，他一位朋友度假归来了。”那年轻人怔了一下，脱口问道：“夏洛克·莫里亚蒂先生。”第2章老朋友们竟然知道我，这表示艾辛格斯坦顿先生经常提起我这个朋友，还是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知道了我当初有卷入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克莱恩噙着笑容，不动声色地点头道：“是的，我是夏洛克·莫里亚蒂。”眼睛灰蓝的年轻人当即让开道路，笑容和煦地做出请的手势。斯坦顿先生一直担心着你，害怕你遭遇了什么意外，他现在可以放心了。克莱恩将雨伞递给对方，一边摘帽子脱外套，一边走入了门厅。这个时候，有所察觉的艾辛格斯坦顿已放下手中的报纸和烟斗，离开安乐椅，前行几步，望了过来。“哦，夏洛克，你总算回来了，真是好久不见。
我的朋友面容清瘦、两鬓斑白的艾辛格露出笑容，迎了过来，并张开双臂，试图给一个问候性的拥抱。克莱恩并不习惯这种男性间的礼仪，勉强回应了一下，笑着说道：“斯坦顿先生，这不是智慧信徒该做的事情。知识与智慧之神的牧师和主教们总有种发自内心的高傲，很少采用拥抱礼。实际上，除了粗犷的福萨克帝国、开放的英蒂斯王国，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少见这种礼节，只有非常熟悉的朋友间才会出现。”艾辛格后退2步，轻笑道：“不，夏洛克，对真正有智慧的朋友，我们总是不吝啬尊敬和亲切。在我心里，你是整个贝克兰德能排进前5的大侦探。这样的话，我喜欢听。”克莱恩暗笑一声，幽默反问道：“所以你是位居前3的大侦探？”被一位序列期的知识与智慧之神信徒称赞为真正有智慧，确实让人高兴。我希望在你心目中是这样。艾辛格巧妙而柔和地做出回答，然后请克莱恩进入客厅，坐至沙发，他自己则靠躺在安乐椅上，拿起烟斗，深深吸了一口，缓缓吐气道：“我很高兴你并没有遭遇什么意外，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不错。怎么样，在迪西海湾玩得还愉快吗？”克莱恩早就预备好说辞，平静笑道：“事实上，我并没有去迪西海湾，我在那里绕了一圈后，就去康斯顿了。呵呵，我之前在贝克兰德卷入了一些麻烦，只能找地方躲避一段时间。夏洛克·莫里亚蒂是一位来自间海郡，有着不太明显口音的先生，惹了麻烦，躲回故乡是很正常的选择。康斯顿城是间海郡首府。”我知道，艾辛格低沉回应，他没有去询问夏洛克究竟惹了什么麻烦，转而笑道：“总之，欢迎你回到贝克兰德。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来找我。”克莱恩没有客气，当即开口道：“我这次来拜访你，一是真的好久不见，二是希望你能代表我卖掉贝克兰德脚踏车公司的股份。呵呵，所有的文件都很齐全，不需要别的手续。为了扮演一个神秘富翁和偿还欠信使小姐的1万金币，他不仅打算将自身不怎么用得上的物品清理卖掉，还准备放弃贝克兰德脚踏车公司的那10%股份。反正夏洛克·莫里亚蒂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法在光明正大出现。”“真的要卖掉？”艾辛格摸索着烟斗道：“虽然我没有做过商人，但我看得出来，脚踏车是一种很有价值、能大量推广的商品。它的商业前景就像刚升起的太阳，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极致。你现在卖掉，会损失非常多的金钱，所以买家肯定愿意为这种预期溢价很多很多。”克莱恩轻笑道：“我相信能看出脚踏车价值和前景的人不是少数，而弗兰米和雷帕德肯定不愿意在目前这个阶段减少任何一点股份。我的这10%卖出正常的2-3倍不是问题。艾辛格，股权交易的定价不仅要看现在，还得看将来。给买家或投资人讲一个诱人的故事，画一个美好的未来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脚踏车的价值和前景不需要我再额外描述，有商业头脑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唯一的问题在于天然橡胶的产量。”克莱恩在心里默默补充了2句：“股权交易的定价不仅要看现在，还得看将来。”艾辛格低声重复着克莱恩的话语，隔了一阵才由衷赞叹道：“夏洛克，也许你更应该去经商，不过将来总是存在很多意外，敢于冒险是商业领域的骑士精神。”“好吧，我承认，我最近急需大笔现金。”克莱恩笑着回应道。艾辛格拿起烟斗，满足地抽了一口道：“你说服了我，我会请专门的律师和会计确定贝克兰德脚踏车公司现在的价值，然后加上足够的预期，将你那10%股份售出，相应的费用和税款从获得的现金里扣除。”“我该怎么联系你？”“你在明斯克街那栋房屋的租约似乎早就到期了。”克莱恩当然不会暴露现在的身份，有所准备的说道：“你可以在塔索克报、贝克兰德日报等报纸上分别刊登转让股份的消息，让更多的人知晓，有竞争才有更好的议价空间。等到售出，同样刊登一个公告，表示事情完成，不用再打扰。而我看到这个公告后，会直接来拜访你。”艾辛格对借助报纸广告隔空交流的方式并不陌生，点了点头道：“没有问题。当然，所有的开销都会从最后的收获里扣除。”见主要目的已经达成，克莱恩站起身，探出手道：“谢谢你的帮助，艾辛格，我该离开了，有些事情以后再说。”艾辛格没有挽留，一路将他送出了门。克莱恩绕至附近街区，乘坐出租马车，在稀疏的小雨里边欣赏贝克兰德夜景，边前往勇敢者酒吧。
他打算今晚就将夏洛克·莫里亚蒂拥有的消息和资源渠道重新打通。进了那嘈杂混乱的酒吧，他未去吧台位置点酒询问，只是绕着拳击擂台转了一圈，就准备离开，去外面的马车上等待沙伦小姐出现。这个时候，桌球室的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穿老旧大衣的伊恩拿着报纸走了出来。他鲜红的眼睛随意一扫，突然瞄到了熟悉的身影，嘴巴张了张，却没有吐出对方的姓名，只是惊喜的说道：晚上好，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暂时不需要，只是过来见见老朋友克莱恩。和煦笑道。说话间，他看见伊恩拿着的报纸是海上新闻，露在外面的内容有一个相当吸引人眼球的标题：震惊，疯狂冒险家竟沦为通缉犯。疯狂冒险家，克莱恩直觉地认为这与自己有关。伊恩察觉到他的视线，笑着举高报纸道：这是海上新闻少有的即时报道，因为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悬赏令。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谋划了一场危害慷慨之都的事件，被正视为邪恶组织的成员。在这场事件里，有赖于风暴教会和王国军方的保护，拜亚姆没有人员伤亡，但卷入此事的血之上将塞尼奥尔因此失踪，初步怀疑已被格尔曼斯帕罗击杀。您猜他们为格尔曼斯帕罗开出的赏金是多少？5万镑，这超过了血之上将，接近了地狱上将。5万镑，克莱恩听得怦然心动，他抚平心里的涟漪，微笑回应道：可惜，这样的赏金很少有人能领到。他指了指酒吧大门道：之后有时间再来找你。好的，伊恩没有多问，转而提了一句：丰收教堂的怀特先生是您的朋友。埃姆林这家伙舍得出门了，为了那些原始月亮的信徒。克莱恩点了下头道：对。说完之后，他挤出人群，推门离开了勇敢者酒吧。上了一辆出租马车，克莱恩将目光投向窗外，等待着沙伦小姐出现。当然，他不敢保证对方还在这里。好几个月过去，这位女士或马里奇可能已更换了常活动的地点。无声无息间，克莱恩灵感突有触动，侧头望向了窗户，只见被夜色弄得能反射景象的玻璃上，一道戴黑色小巧软帽、穿哥特式宫廷长裙的年轻女郎身影清晰映照了出来。回过头，克莱恩看见沙伦小姐坐在了自己对面，淡金的头发，蔚蓝的眼眸，苍白的脸色与以往没有任何区别。晚上好，不需要扮演格尔曼斯帕罗的克莱恩主动招呼道。沙伦微微起身，虚提裙摆，还了一礼。想到对方可能已看过那份海上新闻，一时找不到话题寒暄的他清了清喉咙，直接说道：我击杀了塞尼奥尔。沙伦幅度很小地点头，示意自己知道。克莱恩笑着继续说道：如果马里奇还需要一份怨魂的非凡特性，可以等待并凑集资金了，等我找到替代，就会把塞尼奥尔卖给他。沙伦没有问替代是什么意思，简单回应道：看见那条新闻后，他就在等待你回来。很好。克莱恩轻笑一声，将手伸到衣领处，抽出了一条银质项链，塞尼奥尔的幸运物品，你应该知道他的情况吧？沙伦嗯了一声，等待着克莱恩继续往下说。他和生物毒素瓶之中的一件，我打算卖出，你或者你的圈子是否有兴趣？克莱恩主动问道。第3章再谈。沙伦静默了2秒道：我帮你问一下，意思就是你要考虑一下。也是，幸运天平的负面效果确实让人犹豫。不过，生物毒素瓶和怨魂真的很搭配啊，如果不是缺钱，且随身携带会让体质越来越差。感染疾病，我都舍不得卖，在埋伏战里，它相当有用。克莱恩隐约把握到了沙伦的意思，将挂着古老钱币的银质项链塞回了衣领内。他斟酌着问道：让周围每一样无生命的事物攻击目标是囚犯途径高序列的能力。木偶。沙伦言简意赅的回了个单词。序列4木偶的能力，自身变成无生命的人偶，所以能操纵一定范围内的全部无生命物品。再往上晋升，会不会直接影响敌人的神奇物品？克莱恩有所恍然地点了下头，转而问道：那你认识这么一位半神吗？他紧跟着详细描述了在拜亚姆城外袭击自己的那位老者的模样。杰克斯。沙伦平静地说出了一个名字。其实我是希望你能多介绍点相关情况的。克莱恩知道沙伦小姐的风格，无奈一笑道：那你认识扎特温吗？这是奥拉维岛天体教派首领的导师。追捕我们的半神沙伦就像一个人偶，没什么感情，也没什么隐瞒的回答道：也就是让我第一次觉得椅子、桌子和窗帘想杀掉我的那位。
真是巧啊！不过这不是安排，只是说明玫瑰学派这种历史超过1000年的隐秘组织，半神也没有多少位，估计和极光会差不多，圣者数量在5位左右，天使加灵级封印物2到3个。当然，这是因为长期被7大教会打压，大本营都变成了殖民地，他们全盛时肯定不止这些。克莱恩想了想，再次问道：那你认识仅是一条手臂就让整座山峰颤抖的玫瑰学派成员吗？他本想具体形容一下那条手臂的特点，可发现自己完全没敢直视对方。沙伦安静听完，眼眸像是活了般出现转动，嗓音清冷的开口道：你究竟遭遇了什么？一个圣者，一位天使，以及海王、极光会半神、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附带产生的怪物。克莱恩无声自嘲了一句，苦笑道：我惹上了欲望母术，遭遇了玫瑰学派的埋伏，幸亏当时在拜亚姆有风暴教会、王国军方的人出手，而且我还扔出了被真实造物主气息污染的物品，与灵教团有关的事物。总之场面很混乱，我趁机逃走了。他坦然回应，只是隐去了信使小姐和阿兹克先生的存在。至于真实造物主的事情，他相信沙伦小姐早就看得出来，他其实没受抑郁影响，这能用及时的心理干预和精神治疗来解释。欲望母术，沙伦低念着这个名称，蔚蓝的眼眸里渐渐出现了少有的情绪波动。克莱恩没有观众的解读能力，无法品出沙伦小姐具体的心情，只隐约觉得她有点恐惧，有点憎恶。沙伦很快就收敛住了不正常的反应，重新变成了一个精致到极点的人偶。他看着对面的夏洛克·莫里亚蒂道：你很幸运，也很神秘。克莱恩笑而不语，既不撒谎，也不解释。沙伦没有询问，转而说道：你遇到的可能是斯厄阿，他是922年前诞生的神孽，自称背负之神的孩子，他也是玫瑰学派现在的首领。不会吧？玫瑰学派为了对付我，直接出动了首领和一个半神，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序列5啊，要不是橘光希拉里昂提醒，我恐怕已经被玫瑰学派抓住了。克莱恩又是一阵后怕，随口问道：神孽是囚犯途径序列2或者序列1的名称？大概沙伦未做肯定的回答。这时不等克莱恩回应，他主动说道：威廉姆斯街被毁掉了。克莱恩揣摩过沙伦小姐提起这个话题时自己该有什么反应，当即皱眉道：被谁？什么时候？职业者和机械之星，2个多月前。沙伦显然有搜集相应的情报。克莱恩郑重点头，沉思了一会儿道：也许我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那个恶灵并不一定需要我们拯救，他还控制了庞德从男爵，会不会是这位先生那里出了问题，引起了职业者和机械之星的关注？克莱恩一点也不心虚的说着有真有假的猜测。沙伦微微颔首道：庞德从男爵猝死在了一次狂欢后，这事被处理了，亚历斯塔图夺的最后一丝血脉就此断绝了。克莱恩想了想道：威廉姆斯街现在是什么情况？在修建一些高层建筑。沙伦没有表情的描述道：最初有人在暗中监控，之后越来越少，到了上个月初就没有了。克莱恩沉吟了几秒道：你有下去探索过吗？沙伦的眸光扫过他的脸庞道：没有，这是记得我们之间未成文的约定，一起发现的，一起探索。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女士啊，玫瑰学派的禁欲系比纵欲系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克莱恩试探着问道：现在去吗？好。沙伦简洁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克莱恩立刻吩咐前方的车夫改道去西区和皇后区交界的威廉姆斯街。一路之上，他随意的说了些海上的见闻和不涉及秘密的经历。沙伦虽然没怎么回应，但听得很是专注，似乎颇感兴趣。这让克莱恩想起了最初认识这位保镖小姐那会，她坐在凸度窗玻璃内的虚幻高背椅上，右手托着脸颊，认真的倾听自己与伊恩的对话，很有观众的潜力。马车在淅淅沥沥的雨水里驶过了一条又一条安静的街道，终于抵达了威廉姆斯街附近。克莱恩和沙伦没有靠近，就能发现那边变成了一个大的工地，绕至地底遗迹对应的区域后方，站到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树下面后，克莱恩对明明没有撑伞却一点也未被淋湿的沙伦道：我们从这里下去。雨水落下，穿过沙伦的淡金头发和身体，啪嗒打在了地面。好。沙伦没有问夏洛克·莫里亚蒂要用什么办法下去。克莱恩将手伸入衣兜，轻松的解除了灵性之墙，打开了铁质卷烟盒。他的侧方忽然出现了一道人影，正是穿暗红外套戴陈旧三角帽的血之上将塞尼奥尔。
他代替我下去。克莱恩微笑着说道。紧接着，他从容地操纵起自家傀儡。血之上将塞尼奥尔当即以手按胸，对着沙伦行了一礼。晚上好，很荣幸和你合作。沙伦扫了克莱恩和塞尼奥尔一眼，什么也没说，身体飞快下沉，进入了泥土里。沙伦小姐似乎相当讨厌塞尼奥尔。克莱恩勾勒笑容，让血之上将的身体迅速怨魂化，跟着往下沉降。他本人则虚靠大树，半闭眼睛，认真地控制着傀儡。周围空无一人，雨点稀疏，路灯昏暗。隐隐约约间，克莱恩找到了点密偶大师的感觉。他的世界和塞尼奥尔的世界在这一刻重叠了起来，看见了黑褐的泥土、蠕动的虫豸和石头缝隙间的杂物。穿透这一层又一层障碍，他和沙伦来到了原本地下遗迹存在的区域。这里穹顶倒塌，石柱折断，泥土填色，碎石点缀，完全没有了原本的样子。这样的场景让克莱恩相信，六神的人形雕像肯定已经被彻底破坏。让他庆幸的是，自己和沙伦所处的位置相当靠近封印恶灵的那个房间，也就是说，后续的探索里，他不用担心傀儡活动的范围超过100米的控制极限。泥土的气息和腐烂的味道里，克莱恩的密偶与沙伦一起，很快进入了之前那个异常危险的房间。可是，砖石泥土间，只那几堆带着腐朽衣物的白骨有残留被压碎的痕迹，原本存在的暗晶和深蓝光芒们全都消失不见了。非凡特性被职业者或机械之心拿走了。塞尼奥尔的脸皮抽动了一下，完美反映了克莱恩此时的心情。沙伦在深暗的故事环境里转身，轻轻摇头道：“他们没有派人进来，这里没有活物存在过的痕迹也是。如果这个房间半年内有活人出入，怨魂应该能感应得到。而且那些神像很显然不能被职业者和机械之心看到，那这些非凡特性哪里去了呢？”克莱恩眉头一点点皱起的同时，塞尼奥尔也有了类似的反应。难道那个恶灵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他早就逃出了这里。克莱恩想着想着，忽地悚然一惊。他按捺住情绪，让塞尼奥尔跟着沙伦穿过被泥土碎石填满的房间，来到了原本那扇血淋淋大门屹立的位置。而此时只有几块碎片证明着目标曾经存在过。前行了几米，两人真正进入了恶灵被封印的房间。这里同样已被毁灭，遭到掩埋。克莱恩借助塞尼奥尔的身体和眼睛，边四处游走边查看线索。这里应该有张黑色高背椅。沙伦停了下来，指着一片压在2块石头间的碎木道。克莱恩一下想起了曾在梦中见过的画面，那位疑似梅迪奇的年轻男子坐在高背椅上，脑袋低垂，状似死亡。沙伦没有停顿，在泥土的挤压里往旁边行去，寻找着别的痕迹。忽然他再次开口道：“这里应该也有张，还有一张。”第2张黑色高背椅。克莱恩愕然飘了过去。第4张，3张椅子。怨魂化的塞尼奥尔在克莱恩的操纵下，穿透厚实的泥土和石块，来到沙伦的旁边。看见前方埋葬着一个雕满不对称花纹的残破扶手，它与之前发现的碎木相近而又有所不同。这扶手不是纯粹的深黑，纹路里透着暗红的颜色，仿佛铁与血的交织。回忆过去那场噩梦里的画面，克莱恩确定这不是疑似梅迪奇的年轻男子坐的那张高背椅，这是第2张。这个封印恶灵的房间内至少有2张高背椅。克莱恩和沙伦都没有说话，分别朝不同的方向绕行，寻找另外的痕迹。没过多久，他们发现了第3张高背椅存在的证明。那是一节椅脚，深红为主，纯黑作纹，和之前的2种碎木片都截然不同。也许是第4纪不对称特点造成的问题。克莱恩知道沙伦的风格，主动开口，说着自己也不太相信的话语。恶灵气息沾染导致的那场噩梦中出现的高背椅，至少颜色是统一的。沙伦幅度很小的摇了下头。3更有仪式感，他是指当初血皇帝亚历斯塔图夺要残害无辜者不会只有一个。封印恶灵的房间内曾经也许有过一场仪式。克莱恩听得怔了一下，脑海内忽然闪过了一个画面。宽敞昏暗的房间里，以某个地方为圆心摆了3张不同式样的高背椅，每张椅子上都坐着一个脑袋低垂器系全无的人形生物，其中就包括红天使梅迪奇。这样的场景越来越清晰，克莱恩瞬间联想到了另外2件事情。序列灵黑皇帝的魔药主材料是唯一性和2份序列1非凡特性不含自身拥有的那份。
血皇帝亚历斯塔图铎似乎强行从黑皇帝途径的序列一时序亲王跳到了非相近途径的序列0红祭司，变成了半疯的真神。思绪转动间，克莱恩迅速有了猜测。这个房间内曾经举行过一场晋升序列0，涉及真神位阶的仪式。当然，根据黑皇帝需要的复杂仪式看，这里应该只是魔药部分，代表战争的途径明显需要整个大陆的混乱与纷争来匹配。而血皇帝亚历斯塔图铎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序列1非凡特性，所以他的红祭司魔药需要3位序列1的天使或封印物来提供非凡特性，这里也就有了3张高倍椅。对了，疑似红天使梅迪奇的恶灵说过，帮他摆脱封印的办法是分别找到索伦、艾因霍恩和梅迪奇家族的直系后裔，各取10毫升血液与圣水混合。索伦、艾因霍恩是掌握着猎人，也就是红祭司非凡途径的天使家族，从第4纪一直存续到了现在，一个已经衰败，只能控制英蒂斯的间谍机构和军方一个派系，一个依旧是福萨克的皇族。克莱恩念头一闪，对这个房间内发生的事情，对恶灵真实的身份又有了新的判断。另外2张高倍以上坐的是索伦和艾因霍恩家族的先祖，序列1的天使，再加上很可能掌握着这条途径唯一性的战争天使梅迪奇，红祭司魔药的主材料也就凑齐了。而那个恶灵大概率不是单纯的红天使梅迪奇，还糅合了索伦和艾因霍恩家族先祖的残余精神和憎恨意念。这里曾经献祭了3位序列1的天使，他们临死前的诅咒和仪式本身遗留的影响，让这个房间变得异常恐怖，并被封印。还好提前举报给了教会，让他们做了处理，否则仅靠自身，即使我和沙伦小姐都已经晋升序列4，说不定也会死在这里，成为那恶灵的食物。克莱恩一阵后怕一阵庆幸，与此同时，他愈发理解了红祭司牌落到那个恶灵手上的原因。当一条途径曾经的所有高层都埋葬在这处地底遗迹后，非凡特性间的吸引力自然会引导持有者过来，不会有任何偏移。而且大帝说过，凡分离的必聚合，凡聚合的必分离。当血皇帝亚历斯塔图铎陨落后，他所拥有的真神特性，也就是序列0特性，应该也会分成4份吧，一份归于抽象与概念，是唯一性，剩下的则是3份序列1非凡特性。如果不这样，当有人成神后，相应非凡途径就再也不会有序列1了。这些序列1非凡特性的其中1份或者2份，会不会也受到牵引，进入被封印的房间？这应该也是亵渎之牌被吸引过来的原因之一。克莱恩越想越觉得自己之前轻视了那个恶灵，不愧是阴谋家晋升上去的天使们。立在树下的克莱恩操纵塞尼奥尔开口道，或许真是一事，与血皇帝亚历斯塔图铎有关的事情，层次肯定很高。沙伦安静听完，补了一句，索伦、艾因霍恩、梅迪奇。沙伦小姐也从恶灵要求的细节里怀疑起这个房间内的3张高倍椅曾经属于不同的天使。克莱恩想了下，主动借塞尼奥尔之口透露道，血皇帝亚历斯塔图铎应该是猎人途径的真神，代表的亵渎之牌是红祭司。沙伦静默了几秒，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转而说道，那张牌没有了，它是指恶灵曾经展示过的红祭司牌。也许那个恶灵早就已经脱困，在职业者和机械之心摧毁这里前，克莱恩说出了自己的猜测，而他带走了这里所有的非凡特性和那张红祭司牌。沙伦无声环顾了半圈道，他很狡诈，他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也是封印房外面的非凡特性明显都不到序列4，对一个曾经是天使之王的恶灵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红祭司牌同样如此。他拿走房间内的事物可以理解，为什么连一点残渣都不留？这就像是在对别人说，哈哈，我骗了你们，我已经成功脱困，有本事来追捕我啊！等等，说不定这正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克莱恩想着想着，忽感好笑的让塞尼奥尔开口道，不，狡诈不等于不留下线索。猎人途径的序列8叫挑衅者。这一刻，他脑海里浮现出的红天使长相贴上了安德森·胡德的照片。沙伦没有动静的听完，嘴巴微张，却什么也没说出口。同样的，克莱恩也一阵默然，觉得猎人途径的非凡者真是风格鲜明。相比较而言，红发的伊莲简直不像索伦家族的人。不过，他在挑衅疾病中将上还是很有天赋的。当初索伦家族的成员也气得大地半死。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腹诽了2句。静默的气氛很快被克莱恩打破。他的傀儡塞尼奥尔左右看了一眼，
开了句玩笑。也许这就是他们被抓到这里的原因。谁在帮助亚历斯塔图多？沙伦身影透明虚幻地问道，但似乎并没有期待答案。或许是六神。克莱恩想起了外面大厅内的6尊神像，不过他很快就出现了动摇。可是七神支持的是特伦索斯特帝国，索伦和艾因霍恩都是这个帝国的大贵族，当然不排除先支持图铎，后因为他疯掉而决裂的可能。如果不是六神，是否意味着还有神灵在支持亚历斯塔图铎？会是谁呢？克莱恩默默想到。沙伦没再停留，身影上飘，浮向地面，回到了那株大树旁边。克莱恩收起塞尼奥尔的怨魂，让他进入了铁质卷烟盒的金币内，然后随口问道，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不拥有非凡特性的纯粹恶灵和怨魂，力量来源于哪里？灵界。沙伦简单回答道，非凡特性守恒，但非凡力量的来源不一定。也可能灵界本身就是某些非凡特性的产物。克莱恩点了下头，看了眼脚底的泥土道，我会继续调查恶灵的下落，如果有收获会告知你的。他打算回头问问魔镜阿罗德斯。说到这里，他顺势拿出钢笔和便签，刷刷刷写下了自己信使的召唤方法，然后递了过去。你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写信。沙伦接过纸张，认真看了2眼道，我在勇敢者酒吧，写信可以寄到希尔斯顿区加尔德街126号，收信人是马瑞亚太太。好的。克莱恩将钢笔揣入兜里，当着沙伦的面用仪式银笔制造灵性之墙，重新封住了铁质卷烟盒。接着他很有绅士风度的去另外街道拦下一辆出租马车，一路将沙伦送回了贝克兰德桥区域。做完这一切，他才返回至自己租住的希尔斯顿区高档旅馆，途中有改变样子，换成马车。拜亚姆海藻酒吧内，在海上漂了段时间的达尼兹又一次踏足慷慨之城，准备帮反抗军协调一些事务。他拉低鸭舌帽，坐到吧台角落，准备先听一下最近的传闻，免得因情报不及时不准确，惨变赏金。就在这时，他听到旁边的一位冒险家对同伴道，你说格尔曼斯帕罗会不会找人带领血之上将的赏金？达尼兹下意识抬头，茫然不解地望向了说话者。第5章正式登场。为什么格尔曼斯帕罗这个疯子要找人带领血之上将的赏金？不对，他为什么能领血之上将的赏金？达尼兹忽然从迷惑和纷乱里清醒，把握到了事情的重点。他猛地又低下脑袋，不让目光暴露自己的诧异和茫然。旁边的冒险家们则继续说道，怎么可能？没人敢去带领。对，除非想承受风暴教会的怒火，或者出卖格尔曼斯帕罗。42000镑啊！如果能拿到这么一笔赏金，我立刻就去贝克兰德做一名富翁。哈哈，不是应该先在红剧场享受半年吗？也许格尔曼斯帕罗可以去领英蒂斯、福萨克或者费内波特的赏金，虽然没有42000镑这么多，但也绝对不少。几位冒险家说着说着，开始幻想自己拥有42000金镑后的生活，甚至因为理念不合争得脸红耳赤。不会吧？他们的意思是格尔曼斯帕罗干掉血之上将了？不，虽然这疯子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但缺少必要的帮手，需要和船长合作。安德森·胡德，达尼兹站了起来，按住鸭舌帽，低着脑袋，急匆匆往桌球室和纸牌室方向走去。那些地方往往摆放着一些报纸。他刚有离开，之前那几名冒险家就望向他的背影，压低嗓音，彼此讨论道：“你们认识他吗？偷偷摸摸、畏畏缩缩的，一看就有问题。没看清楚他的样子，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海盗的人，来拜亚姆打听情报，要不要？”一位冒险家比划了下割喉的动作，也许是我们惹不起的，等这段时间过了再说。另一位冒险家阻止了同伴的行动。达尼兹进入一间空着的桌球室，来到角落，拿起一叠报纸，快速翻看了起来。渐渐的，他表情变得有些扭曲。那疯子究竟做了什么？他真的干掉了血之上将？这才几个月，他的实力就提升到了这种程度，而且报纸上完全没提安德森·胡德。达尼兹又是惊讶又是庆幸，深感自己面对格尔曼斯帕罗时始终选择屈从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否则别人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他被狩猎，被换成了赏金。不，那个时候我的死亡还没有资格登上报纸。格尔曼斯帕罗真的是一个邪恶组织的成员啊！想着想着，达尼兹突的呆滞，
似乎变成了石雕，因为他似乎可能大概也是那个邪恶组织的成员。哈哈，教会和军方总是喜欢夸大情况。是隐秘组织，不是邪恶组织。达尼兹自我安慰了一句，再次产生了格尔曼斯帕罗背后那个组织异常神秘、异常强大的感觉。7位海盗将军之一的塞尼奥尔被狩猎就是证明。呼，达尼兹吐了口气，畏惧的在心里赞美起愚者，表达了自己要认真做事的态度。总督府附近的一栋小楼处，爱尔兰和乌斯肯特走了出来。总算结束了，爱尔兰边叹息边将船长帽戴到了头上。乌斯肯特揉了揉自己因为经常喝酒而变红的鼻子，附和吐气道：“是啊，他们因为格尔曼斯帕罗的问题被隔离调查了整整2天。面对的是最擅长这方面事情的审讯者们。好在爱尔兰从开始就未隐瞒什么，向上面汇报的是格尔曼斯帕罗来历不明，但对军方抱有善意，将这位疯狂冒险家纳入线人行列并调查相应背景是高层的决定，与他无关。至于乌斯肯特，更是没有任何问题。帮格尔曼斯帕罗领取赏金是他按正常流程应该处理的事务。”沿着花园中央的道路缓慢走向大门，爱尔兰随口感慨道：“谁能知道格尔曼斯帕罗会这么疯狂，这么强大？”据他了解到的少量情况显示，干掉血之上将只是格尔曼斯帕罗当天做的最正常、最渺小的一件事情。而这样一个疯狂的家伙，当初为了拯救几位只是对他表达过友善的乘客和船员，竟然主动进入了危险的班西。爱尔兰事后才知道，班西潜藏的恐怖远超自己想象，风暴教会竟然直接将那里毁灭了。如果我对审讯者们说格尔曼斯帕罗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他们肯定会认为我在撒谎。人啊，真是矛盾的聚合体。爱尔兰无声的摇了下头。听完爱尔兰的感慨，乌斯肯特苦笑回应道：“我当时还以为你介绍来的只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冒险家，结果他连血之上将都干掉了。该死的！我甚至认为他有能力成为第5王。看看那片树林，看看附近山峰的样子，你就不会怀疑我的说法了。那里就像……爱尔兰看了乌斯肯特一眼，帮他补充道：“就像是被暗防炮轰了上百次。”对，乌斯肯特赞同了爱尔兰的形容。这时，两人已走出了大门。爱尔兰看了看点缀繁星的夜空和绯红却暗淡的月亮，安静了几秒，整了下衣领道：“希望他不要再回到海上。”拜亚姆，斯菲尔街6号。穿着儿童正装的丹顿噔噔噔跑进了书房，对正练习素描的姐姐说道：“唐娜，他们说斯帕罗叔叔是坏蛋，是邪教徒，是杀人犯，还给我看了报纸。”唐娜扭过头来，皱了下鼻子道：“我不信。斯帕罗叔叔是一个正义的、勇敢的、善良的冒险家，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事情，肯定比报纸准确。”他犹豫了下，继而流畅的说道：“虽然他有很可怕、很丑陋的样子，但那是梦想和守护的代价。丹顿，你要记住，那些报纸总是喜欢根据一些谣言和传闻来编造内容。”丹顿重重点头道：“我已经骂过他们了。”唐娜表扬了弟弟一句，下意识侧头望向窗外，只见煤气路灯将光芒洒入了自家花园里。静谧、安宁、柔和。希尔斯顿区一家高档旅馆内，克莱恩将一叠折好的白色手帕放入左胸口袋里，抬手取下了半高丝绸礼帽。今天将是神秘富豪道恩·唐泰斯在公众面前正式登场的日子。他没有去等待脚踏车公司股份和神奇物品的售出，准备先用之前剩下的2962镑来撑起初期的开销。这足够有余，相当于一位上层中产阶级6-7年的收入。昨晚魔镜阿罗德斯没有进入我的梦境，这说明未在近距离接触过的情况下，他无法感应到我已经返回贝克兰德，这是一件好事。今晚用无线电收报机联络他，询问下恶灵的事情，之后就不用这么复杂了。克莱恩在心里咕哝了几句，拿上手杖，走出了旅馆。此时，雨后的阳光照透了稀薄的雾气，让行走在路上的人们心情不由自主变好。克莱恩上了一辆马车，直奔位于乔伍德区卡纳罗威尔街9号的大都市帮助家庭仆人协会，准备聘请一位有经验的管家，然后让对方组织起一支花园别墅需要的仆人队伍。大都市帮助家庭仆人协会内，贝林与一位主动找他说话的男同事结束了交流，低头处理起荷叶色长裙上沾染的2滴红茶茶水。就在这时，
他耳畔响起了一道有着些许沧桑感却醇和厚重的嗓音。上午好。于是贝林忙抬起脑袋，望向接待台前方，看见了一位40岁左右的绅士，对方穿着丝绸制成的燕尾正装，手里拿着根镶嵌黄金的手杖，衣物第3颗纽扣处则有一根金色的链条延伸向内里的口袋。这位绅士有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眸，五官非常耐看，连鬓角的些许白发都显得很有味道。他只是微微一笑，就让贝林突然觉得自己脸庞在发热。先生，有什么能帮助您的吗？啊，对，怎么称呼您？贝林匆忙起身道。道恩唐泰斯克莱恩温和笑道，我想聘请一位管家。好的管家唐泰斯先生，您稍等，您请坐。贝林有些忙碌的领着克莱恩走到招待区域，伸手指向一张布艺沙发。克莱恩噙着很淡的笑容，没有催促，没有啰嗦，非常耐心的坐了下来，等待这里的工作人员提供管家名单。真有风度啊！糟糕，我忘记问他有什么要求了。贝林抬手摸了下脸颊道，唐泰斯先生，您需要什么样的管家？克莱恩早有准备，嗓音醇和的回答道，最好曾经为贵族家庭服务过，这有助于唐泰斯拓展人脉。贝林逐渐找回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详细说道，这样的管家并不多见，您知道的，贵族家庭很少更换自己的管家，除非他们已经无法提供有效的服务。而且，即使他们不做管家，也能在贵族家庭内部担任别的职务。另外，富商们对类似的管家都相当渴求，愿意开出溢价的薪水。唐泰斯先生，我们这里确实有您需要的类型，但年薪最少都在100磅以上，也就是周薪接近2磅起。正常的管家年薪才40到80磅，也就是周薪15苏勒到1磅10苏勒，这看起来仅相当于技术工人的档次。但主人会提供房间、食物、衣服、取暖木炭等必要事务，管家几乎没什么开销。年薪100磅以上真的好贵。克莱恩内心飞快计算着价格，表面不甚在意的回应道，没有问题，只要他们是好的管家。